观之道为实者，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挚友小关，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为什么说求医不如求己？这是因为人体自有大药。在生活中，人们已经习惯了一生病就看医生、打针、吃药。可是人体真的这么脆弱吗？当然不是。假如你不小心手划破了一个口子，你能做什么呢？即使看医生，也只是涂上消毒液，再用纱布包扎好而已。接下来伤口的愈合乃至于恢复到完美的状态，就是身体自身的事儿了。小到皮肤划伤，大到手术创口，无一不是如此。其实人体蕴藏着有巨大的自愈潜能，正是这种不依靠任何外力的人体自愈能力，人类才能在恶劣环境下得以进化生存。今天小关就来给大家分享一个能开发人体自愈能力的神奇动作——站桩。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希望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您的支持是小关最大的动力，感谢大家。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调动自身的潜能来改善身体，站桩正是通过固本培元的方式来调动人体自身的潜能，只需简简单单的一站，人体内部微循环就会产生刚柔并济、虚实相生、动静相宜、松紧有度、错综为用的作用。给大家举个例子，北方冬季取暖用的暖气管道，用的时间久了，管道转弯处最容易堵塞。这时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给管道注水打压，冲刷淤堵垃圾。假如压力不足，淤堵就很难冲开，压力加到足够大，管道淤积自然会疏通。假如把人体的经络血脉比喻成暖气管道，人体的双胯、膝盖、脚踝、臂肘等大关节就像管道转弯处一样，受风、寒、湿、邪等侵害而形成淤堵。而气血运行不畅，人体就会有肿、胀、痛、麻、凉、酸、板7种感觉。这就是为什么说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道理。就是通过培补元气给人体打压，使其形成内向的一种冲击力。压力充足，人体就会气血畅通，自愈潜能就会增强，所有不适症状也会自然消失。不要看它就是简简单单的一站，其实当身体在一定时间内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就可以调动全身的气，疏通经络，调和气血，使阴阳相交，加速新陈代谢，增强细胞功能，祛病延年。所以这简单的道理就告诉了我们，站桩是一种既能治已病又能治未病的不花钱的养生法，更是现代人摆脱亚健康状态的最简单的养生法。那如何站桩呢？站桩即身体如木桩站立不动，目的在于如木桩有根稳定，而非不动傻站。它是中国武术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历代武术流派中都受到了武者的重视。如马步桩，在少林武术和一些南派拳种就将其作为一种基础性训练。所谓未习拳先站3年桩，在内家拳中兼行一拳中有万法源于三体式之说，而在一些年轻的拳种如大成拳、鲁式结构中，更是将站桩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位。相信大家都见过、听过，甚至练过站桩，但是更多的人只知道站桩的样子，就是以我们身体为正中，双手抱圆，作为一个站姿。其实这只是它的表面现象，而站桩的要领其实是我们眼睛看不到的那部分，也就是站的方法。接下来就让小关给大家讲解一下这9个要领。1. 食指抓地。所谓食指抓地，就是指10个脚趾轻轻地扣在地面，也就是说每一个脚趾的关节都是微曲的，但是我们经常讲用意不用力，就像大树一样，把这个根往下扎，用我们的意识而不是用力量，所以我们在肌肉上尽量保持放松。2. 关于双腿微曲，其实在我们站桩练习过程中，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关节都是保持一个微曲的状态。所谓微曲，是在站直的基础上微微弯曲，它并不需要我们蹲下去，就是我们的膝盖是不可以弯曲超过脚尖的，但也不能够伸直，
因为我们腿站得非常直的时候，或者我们蹲得很弯的时候，我们的骨骼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们的毛细血管和我们气血的运行。所以我们在每一个动作的要领上，包括上面讲的食指抓地，每一个关节都应该保持微屈的状态。3. 关于坐与胯，胯在我们整个身体上占据一个非常主要的部分，因为它是我们整个身体的中间部位，连接着我们的腿部。我们平时也经常在说中正安舒，那么我们上身要保持中正，我们的胯就不能够左摇右摆，所以要坐胯。所谓坐胯，就是要找到下沉坐的感觉，就像坐在凳子上一样。用胯最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一个是往前顶，一个是往后翘，还有一个是左摇右摆。胯的力量只能向下，只有胯真正向下的时候，我们的上半身才能保持中正。如果我们的上半身有任何晃动或者前俯后仰的话，那么问题一定是出在胯上。4. 松腰，其根在脚，发力于腿，主宰于腰，行于手指，所以我们的腰是整个练习过程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在站桩里面，对腰的要领就是放松我们的腰，而我们的腰在放松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腰会微略向后鼓起来，同时我们的小腹会略微有一点向内收，但是小腹部要注意放松。如果在站桩的过程中，我们的小腹部和我们的腰部不自然的紧张起来，就要及时纠正了。5. 沉肩坠肘，在练习的过程中讲究一气呵成，上和下是紧连相随的，这是练习过程中十分重要的一条。为了让手上的动作跟我们身体的动作能连贯一气，沉肩和坠肘就必不可少了。沉肩就是把肩部放松，而坠肘要特别注意，很多人把手肘可以往下压，但实际上这样你的肘是坠了，但是你会折腕，这样是不规范的。所以我们正常情况下，手肘不管哪怕是放得很高或者放得很低，它都会有一个肘往下沉坠的感觉，这也是我们经常讲到的用意不用力的状态。6. 虎口绷圆，食指引进。虎口绷圆就跟上面说的食指抓地一样，劲儿要往地底渗透，每一个指关节都保持微屈的状态，然后把这个劲儿从我们身体引出来。食指引劲儿是因为我们离心脏最远的血管就是在我们的手指和脚趾上，我们需要用手指把我们的气引过来，只有气血能到，我们的劲儿才能到。如果气血都到不了的话，我们的劲儿是到不了的。7. 含胸拔背，当我们能够腰胯做到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脊椎骨会被拉成一个微微的弯弓形，所以在武术里面说叫身背无张弓。脊椎骨是我们身上很重要的一个弯弓，那么我们整个脊椎骨的下半部分松腰坐垮的话，往上积水我们的背和颈这个地方也是要注意的，也是形成一个弓形状。我们的背部要通过一个劲儿把它往上拔，而我们的胸要有点略微的向内去含，这个跟我们的沉肩也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同时，在我们这个含胸的基础上，背后的2个肩胛骨也要向前收拢，像一个圆一样，把我们整个劲儿包在里面。8. 虚灵顶进。我们说神能提则起，那么我们肾为先天之本，我们的肾气上升完全靠我们的脊椎骨，然后才达到我们的头顶。百会穴，所以在站桩里面有一个要领叫虚灵顶劲儿。那么虚灵顶劲儿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百会穴，那它为什么不用百会上顶而用虚灵顶劲儿呢？它其实就是说在虚无之中去领会往上顶起的这个劲儿。换句话来说，还是那5个字，用意不用力。注意做的时候下颚要微微收起，要轻轻地把我们的百会穴往上引领。9. 双目垂帘。在站桩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要练实战练技击，那我们的眼光可以目视远方，越远越好。但如果练养生的话，我们就需要双目垂帘。双目垂帘顾名思义，就是2个眼皮像窗帘一样轻轻地搭下来，重心保持在我们的眉心，还有整个额头也得保持放松。也有很多朋友问需不需要舌顶上颚，
其实在刚刚学习站桩的时候，可以不用舌顶上颚，但如果你想继续往深处学，往道家修行的方向或者养生的角度去学的话，可以尝试着舌头抵住上颚。注意，上牙和下牙轻轻扣上的时候，我们两颊的肌肉也是要一直保持放松状态哦。百练不如一站，万动不如一静，要把骨髓洗，先从站桩起。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如果您觉得通过今天的视频学到了有用的知识，希望您分享给您身边的朋友。喜欢小关别忘记点击订阅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